我下车往前面走，走了大概有40-50秒吧，然后出租车呢也不走，跟人家停着。然后等我走到一拐弯，他看不见我了。出租车司机下车了，把后备箱打开了，开后备箱，监控能看到我的行李箱银色的在后备箱。然后呢，他盖上后车盖，然后他就上车了。女乘客把行李箱忘在出租车上，事后司机即便发现了行李箱，却装作没有看到，并开车扬长而去。可当席女士给司机打去电话时，司机却表示自己没看见行李箱，会不会是席女士有健忘症，根本就没拿行李箱上车？席女士闻言非常恼火，不过她还是决定给司机一次机会，表示可以给司机一笔感谢费，希望他能把行李箱还给自己。可司机却表示席女士在诬陷好人，他说没看见就是没看见，要是再敢骚扰自己，他就报警把席女士抓走。席女士见司机死不悔改，便把监控记录发给了他。司机见状却换了另一种说法，表示行李箱丢了，或许是被席女士的下一任乘客顺手牵羊了。席女士闻言火冒三丈，随即以对方恶意霸占别人财产为由，把司机告上法庭。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恶意的占有我的私人财产，因为为什么我走这么半天他不叫我呢？他在车等着，他为什么要等？干嘛不我下车他就走呢？据席女士所述，自己原本给了司机一次机会，只要他把行李箱归还，他不仅不会追究司机责任，还会给他一笔感谢费。可给他机会，他却不中用，执意声称没看见过行李箱，拒不归还。其真实目的就是想霸占自己财产。随着监控记录曝光，司机这才承认自己确实看到了行李箱，不过他当时的想法绝不是私吞，而是想交给公司处理。完合上袋子以后，你马上就走了，你为什么不在原地再等一下呀？干活的嘛，就准备交公司，是第二天准备交回公司交给公司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哭笑不得。当时席女士刚刚下车不过1分钟，司机完全有机会喊住席女士，或者是通过订单给她打去电话归还，可司机并没有这样做。对此，司机哑口无言。反正现在行李箱已经丢失，他认为与自己无关。那么法官又该如何宣判此事呢？